最近有非常多的客人一直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觉得自己的脸变大了，或者他原本比较大，他在网络上看了一下，要让脸变小，最常用大概有3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打肉毒，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用消脂针，第3个方法就是说拉紧有些人说脸拉紧脸会变小，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到底我应该用肉毒，还是要用这个消脂针，还是我应该要拉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在比较这3个东西，来跟大家讲这3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让你脸变小？那是什么状况都可以用呢？还是有一些事情你要特别注意？层次产品对位，剂量精准树莓，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第一个主题就是打肉毒。肉毒为什么可以用来小脸？它的基本原理就是说，我们打肉毒之后，你因为肌肉没办法用力，肌肉用力的时候会比较大块就像我用力的时候用力比较大。你如果变软了，它是不是就会变比较小块？肉毒用来小脸最常用的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它打完以后，脸是很明显变小，不用消骨就可以用到这样。它打的就是所谓的咬肌。打肉毒来小脸有几件事情要注意。首先第一件事，你要知道你的脸大是不是因为咬肌造成的？咬肌的位置在哪里呢？在我们可以看耳朵的前面这里是颧骨这里是颧骨，这里是下颌骨，它是在后半段。可以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大概2只手指放在这里，牙齿用力咬。如果你用力咬了，它还会鼓起来，所以就会鼓起来。那这一种你就是咬肌造成的脸大，你打肉毒可以小脸没有问题。咬肌呢，就是我们侧面这个地方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如果当你的脸已经开始有松弛跟下垂的状况，你把这个咬肌打小了，那少了一个支撑，它的这个上面的组织就很像是走山一样，有可能会往前滑落，掉成变成嘴边肉。本来最方的地方在后面，现在变成是前面变 U 型脸，从国字脸变成 U 型脸。如果你的脸已经有松弛跟下垂的状况，你千万要注意，你不能只打咬肌，因为打完咬肌会让你松弛跟下垂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当它下垂的时候，当它松弛的时候，就算你之后肉毒已经失效了，你这个松弛跟下垂不一定会回来，有可能会一直都变 U 型脸。第二个大家很常问的就是这里，就是消脂针用来小脸到底有没有用？在这个国外的一些研究的 data， 还有就是卫福部核准的这个项目里面，最主要都是用在脖子、双下巴这个地方，不是那么赞成用在脸部。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消脂针呢，它会溶脂肪没有错，可是在一些动物实验发现，它有可能会影响到颜面神经。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我们身体去抽脂，你这个脂肪一下消了很多，或是你本来皮稍微有点松，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抽脂抽太多，你皮就会收变得很松。那消脂针会不会？我遇到很多的客人，他常常跑来就是跟我说，打了消脂针脸变得更松了。消脂针没有办法有紧实的作用，相反的，你打多很有效，那你脸一定会松。这里之前他觉得有一块，觉得让他脸变比较大，他打了消脂针，就出现了一些本来没有的条纹。这个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凹凹凸凸的非常的多。那这个做完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纹路都不是本来该有的纹路。如果你今天打消脂针，你的脸原本的这个紧致度是 OK 的，你可以打一些消脂针去消。如果你脸原本就有一些松弛跟下垂的状况，你千万不能打消脂针，因为打完你会垂得更厉害。很多人的脸，他觉得他脸变大，是因为他的脸下垂了，造成嘴边肉。想说我这里多一块，我就把这个脂肪消掉，它就会平顺。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你今天还很年轻，或者是你本身的紧致程度都还非常好，你的这些皮肤你的这些筋膜就很像是一个有弹性的气球。你觉得这个今天气球太大了，好像脸太大了。我把气球放掉一些气，气球就缩小了，就让你脸变小，而且还是维持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形状。OK fine， 你可以打消脂针没有问题。可是有很多人的状况不是这样，很多人他脸大，其实是因为他松了，他垂了。
它掉下来了，就很像是一个塑胶袋。这个塑胶袋呢，它其实就是已经有点松松了，里面装了一堆东西。我今天把里面的东西拿掉一些，这个塑胶袋它就会缩小，就好像脸会变小。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个塑胶袋呢，它已经有点松了嘛。你把里面的东西拿掉的时候，塑胶袋只会更重，脸大。必须要评估你的脸紧致程度够不够。如果紧致程度不够，你打消脂针的结果只会什么？更松、更重。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脸这个大，如果问题不是浅层的脂肪，是深层的脂肪，那也是绝对不能打消脂针。第三个就是有些人说脸小，我们把脸拉紧了，把它提上去的脸会变小。脸当它比较紧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脸是变小的，因为当它垮下来的时候，你脸会变成 U 型脸。那这种状况你可以打消脂针吗？绝对不能打消脂针。这种状况你可以打咬肌吗？不能先打咬肌，你要先把它变紧以后，你再打咬肌。你要按照这样对的顺序，它才不会说我打了咬肌，反正它垮得更厉害。有一个你可以看它变多这个不是修图了，不是它做了什么眼睛这个眼袋跟泪沟，当然我们有处理它重点也是一样，我们把它脸提上去。其实有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有点婴儿肥，有点像你这个样子，但是你会觉得脸很垮吗？不会，他的脸是有婴儿肥的，对吧？但是你不会觉得他脸大，你会觉得他的脸是挺的。比如说像胸部，如果它今天是挺的，你觉得它是好看；但是如果它是垮的，你就会觉得大而不当。一样的意思。当它是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脸大不好看。但是你只是把它上提，你甚至没有刻意去消掉它的这些脂肪，你都会觉得，它脸变小了，因为它是挺的。这里顺便讲有很多的诊所，它那个术前术后照片，你会发现很有趣它会刻意，比如说它那个法令纹的照片，术前就是笑的，术后就是不笑。因为术前笑的时候，法令纹看起来比较严重，术后不笑，法令纹看起来没那么严重。可是你看我们这里看，这我岳母出来了，她反而术后，她笑着她一样没有什么法令纹，而且你可以看到她的脸看起来，我们没有特别去消掉她的脂肪，但是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她脸看起来是变比较小的，因为它是变挺的。刚刚看的一些是有些有点年纪的人，我们再看，其实有很多人他年纪很轻，可是他就会觉得这两坨已经有点掉下来，这就是婴儿肥掉下来。婴儿肥是什么问题？婴儿肥其实指的就是深层的脂肪垫。深层脂肪在哪里？深层脂肪是在我们的筋膜的下深面。浅层脂肪跟深层脂肪，关于这个概念，在我们其他影片里有。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其他影片，要讲得更详细。所以像这一种婴儿肥掉下来的，它是深层脂肪垫的问题，你可以打消脂针吗？不能，千万不能打。消脂针只能打浅层的脂肪，为什么？因为深层的脂肪垫那里有神经，我刚刚说消脂针它可能会影响到颜面神经，所以它绝对不能打深层的脂肪。那这种状况，我们用深层的拉提，像它就是做这个八字线深层的拉提，两个同样的笑容，你会发现一件事，它的脸它是变小的，它是变 V 的。所以如果脸要变小，我到底应该打肉毒，还是选择消脂针，还是我要选择拉提呢？很重要一件事，你要先弄清楚你的问题。打肉毒小脸是一个很常见的方法，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先决条件，你有没有松弛跟下垂？打消脂针你必须要评估你的脸紧致程度够不够。每个东西都有它可以处理跟不能处理的问题，每个东西都有它特别注意的事项。有很多人他脸变小，他就需要综合。什么叫综合？他需要有处理咬肌的问题，他需要处理松弛跟下垂的问题，但是请他按照顺序。我相信这一集应该对你们会很有帮助。大家记得没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